起看一下小片儿。我在认识他之前有过一段婚姻，现在带着一个孩子。我知道他跟着我受了很多的委屈，但我真的很爱他。他们一家人做了很多过分的事，他自己却什么也做不了主。我对他真的很失望。我明白他有很多心结，我也一直在为我们的将来努力，希望他能再给我一些时间。我顶着很大的压力为他付出了那么多，但我们之间很多问题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。我真不想再这样耗下去了。女孩说呢，这段感情让她顶着非常大的压力。那么压力来自何方呢？他们遇到了怎样的困惑？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嘉宾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吴先生，32岁，来自河北，工人。女嘉宾李女士，27岁，同样来自河北，个体。来，欢迎两位。压力特别大。对。压力主要来自于他的上段感情吗？对。你一开始就告诉他了吗？一开始我的情况我都跟他说清楚了，我是一个离婚的，而且还有一个孩子。你都知道啊？我都知道。那还有什么问题呢？本来我一开始还挺犹豫的，在经过一段了解的情况下，然后他对我也挺好的，然后各方面照顾我也挺周到的，所以我才决定试试看。然后我往下走的这一段路，我觉得我压力特别大，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这种情况，我家人本来就不同意，后来就是反对特别严重，就是特别激烈，导致现在就是我爸一看见他就要打他。要打他？对，他爸打过我不是一次，就是因为他父亲不愿意我们两个的事情。有一次我送他回家，他父亲从车里把我拽出来，指着我说那个你要不要脸，长不长记性，话音还没落就开始打我，结果打得我到现在这个还有后遗症，我的2个眼睛的视力都不一样。父亲言行比较激动，比较过激，你总得问问爸爸吧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就是因为他父母那边一直想让他跟他前妻复婚，他父母就去他前妻家，然后找他前妻父母说复婚的事情，然后这件事我根本都不知道，我后来翻他手机的时候我才知道的，当时我就特别生气，直接拿起来电话我就给他前妻打电话，然后他前妻态度特别不好，还一直指责我说我为什么给他打电话。本来你不应该给人家，有什么事咱们自己解决，你给人家打电话有啥？我跟你解决了吗？再说又不是我想跟他复婚。你不想跟他复婚的话，你可以跟你父母说吗？我早就跟他们说过。你说了管用了吗？你父母不还是去他们家了吗？我的决定，我父母的决定我管了啊。我给他前妻打电话之后，然后他前妻就在电话里面就态度特别不好，然后我就挺生气的，我就直接去他前妻家了。然后我就想问问他前妻到底是想干嘛？如果说想复婚的话，我不想掺和他们这段感情。你凭啥去人家家闹？我去他们家，你凭什么呀？也是因为我没有办法。如果我再有办法，我也不会去的。你还说那次不是你去闹，可能出现那么严重的后果吧？当时我前妻的父母给我打电话说他去人家闹了，然后我就开车过去把他带走了。当时我前妻的父母扒着车门要打他，我怕他挨打呀，我就开车走了。当时我也没注意，然后把我前妻父母就是还有他们家人就扒着车门嘛，不小心给带摔了，身上摔的也不轻。然后他们人家还报警了，当时还讹了我们2000块钱。这件事情他父母根本就不闻不问，然后到最后还去我公司问我指责我，他当时也在场，他都没有维护我一下。不，这个是你男朋友的父母要跟前妻是说复婚的事儿，你为什么直接去人家父母家了呢？我就想问问他们到底想不想复婚。你直接问他呀。他不告诉我呀。我啥时候没告诉过你？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我要复婚呢？你说有用吗？你跟你父母说明白了吗？我跟我父母怎么是没说明白？没说明白。我跟他们说了，我说不可能去复婚。怎么可能会去你前妻家呀？前妻想和你复婚吗？没有，就是我父母看着孩子
有点可怜，就想让我跟我前妻复婚。但是在我这儿也不可能复婚，我前妻那儿也不可能复婚。那你前妻为什么又把他打了呢？就是他去人家闹吗？怎么听起来你们这一个大家庭啊，这么混乱呢？就是很乱，因为他根本就没做好这个桥梁。如果做好的话，你离婚多久了？13年离婚的。孩子多大了？6岁。孩子是归我。你的爸妈在帮你带？对，我父母在带。我也跟他说过，我不可能跟我前妻复婚。就是他在这可能是不相信我也好，或者是怎么，就是我是不相信你吗？你今年说我明年跟你结婚，我明年说后年跟你结婚，一直到现在了，有音信吗？所以你父母现在是坚决的反对，对，并且见他一次，等于让他走一次，对，见我一次打一次，这么严重啊？对，说实话就是见一次打一次。我父亲脾气特别不好，而且我父亲特别护着我。那次打完以后。他又跟我说什么我父母对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我父母怎么对你不好？怎么对我不好了？你不知道吗？有一次我就跟我爸在家里面产生特别激烈的争吵，一气之下我就离家出走了。我就找他的路上，我就不小心把脚给崴了，当时崴的可严重了。然后他就把我带到他跟他前妻的老房子里去了。然后到他们家之后，他就给他妈他爸打电话。那这个事儿我肯定要跟我父亲打电话说一声。那你当时你爸说啥呀？那是我爸说什么？他的意思也不是说轰你啊。他毕竟是说因为我们两个的事情跟你父亲吵架，本来你父亲就对我意见都大，结果你还因为这个事情跟家里闹翻了出来。他父亲就是怕他前妻知道我去那个房子住了，然后耽误他们两个复婚，然后就马上就轰我走。就态度特别不好，因为当时我在电话旁边，我听见了。父亲不愿意让你跟这个女孩在一起，就是希望你和前妻能共同照顾孩子，是吗？对。是他年纪太小，照顾不了孩子吗？我对他孩子一开始都挺好的，我带他孩子又出去游乐场玩，然后我还给他孩子买一些衣服啊什么的，然后我有的时候还会辅导他孩子学习。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有一次。他弟弟带着他孩子出去玩，然后回来的时候买了一堆东西，然后他父母看见了就立马给人钱，就从来都没有问过我说孩子说你带这个我们家孙女儿说出去玩去，说花多少钱呀，是吧？连关心都没关心过，然后就认为我就是理所应当的。本来就是，那是我的孩子，在咱俩搞对象，并没有结婚呢。不结婚，他也是我的孩子，咱俩奔着结婚去的，凭什么你就不能管呢？你给孩子花钱就不应该怎么着？我应该，但是你作为老人，你也应该关心我一下吧。我去你们家每次都是吃剩菜剩饭。你觉得他对孩子好吗，先生？刚开始的时候对孩子还不错，后来我父母总让我跟我前妻复婚，就是因为孩子。他所以特别恨那个孩子。现在，你恨这个孩子？就是我现在特别不喜欢这个孩子。我的天呀，孩子都不喜欢了，这你们未来怎么走啊？对于现在来说，我父母对他的观念已经改变点了。就是我父亲也说过，想结婚的话就结吧。我父母也出了20多万给我们两个买的房。他说他们家买房给我们两个预备结婚，我当时还挺高兴的。我就去售楼处找他们。结果我到售楼处了，他父亲在那块儿问人售楼小姐，可不可以在我儿子后面写上我们老两口的名字，买一套房子写一家人的名字。写一家人的名字。你们是要防谁呀？他们也不是防谁呀，因为我离过1次婚。对于我这个婚姻生活，他们本来就没有信心。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是因为咱俩要结婚，他可能去借20多万去买房吗？那房也可以给任何一个人。给任何人，咱俩要是不跟我父母说结婚的事儿，可能的去借20多万给咱俩付这个首付买房吗？本身家里就没有那么多钱。你们可以关起门来自己家去说，为什么非得当着我的面说呢？我是配不上你们家啊，还是怎么的呀？你父母就这样对待我，就当着我的面什么话都说。那是没把你当外人。没把我当外人，我跟你结婚了吗？有一次他母亲住院，
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们家什么习惯，然后他也没跟我说。我去的时候我并没有买什么东西，因为是我们2个人一起去的。然后等他母亲出院的时候，他父亲就怪他，说那个你对象上医院去怎么都没给我们买东西，说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。然后他就带着我去超市买了点东西，然后去他们家了。到他们家，他父母还是不依不饶的，就说出院了你才买东西，说那个你都这么不懂事儿，就当着我的面儿就这么指责我。然后他在旁边他都没说啥。我能说啥呀？本身老人在医院住院，咱们做小辈的去医院看是应该拿东西吧？这还用我说？但是你们家什么习惯我并不知道。这不是习惯不习惯的事儿。我看我们家人的时候，我就从来没有带过东西。这不是习惯不习惯的事儿。我去看一下他们就觉得很开心了。在咱们心里边，人家是长辈，去医院看必须得拿东西。你不是跟他一起去的吗？他不买你买不就是吗？我买过，但是我父母心里特别清楚，知道他没买是我买的。所以你做的不像喽。对，他父母就是对我特别不满意，而且他一直都特别向着他父母，一直也没维护过我。我每次去，他妈他爸全都不给我好脸色看，就好像我欠他们家钱一样。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问题要务必问清楚，父母之所以那么想要你们俩复婚，你说是因为孩子，那我就想问你，跟你前妻是因为什么离的婚？就是因为感情的问题。什么感情的问题？是有人有背叛或者是别的？不是，我跟我前妻离婚的时候，我还不认识她呢。性格不合？我们2个那节1个星期7天，有6天全是在吵架。不管这个前段感情你遇到了什么，而这一段感情我们听起来真够轰轰烈烈的。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。来，我们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数了一下，他爸打过你不止1次。对。你前妻的父母打过他，你刮倒过你前妻的父母，这是比较明显的暴力冲突。为什么明明能用言语、用交涉、用沟通解决的事儿，解决不了，就要动手？说明彼此都没有努力想去言语来沟通和解决问题。我不觉得你爱他。你刚才嚷嚷的时候，我没有听出一点爱来。如果你爱他，你会不跟他解释清楚你和你前妻之间家里那些破事儿吗？会让一个女孩没有结过婚的女孩上自己男朋友前妻家去闹，还被打得一塌糊涂？你可以说是姑娘傻，但如果你但凡能把事儿说清楚，安慰好，沟通好，她用去自取其辱吗？去得着吗？他爸爸一开始不是见你就打，对不对？你爱一个女孩，爱到他的父亲见你就打的程度，他父亲打人不对，但为什么会激化到这种程度？你爱他爱的什么呀？你能给他父母一点安心吗？我家里大姑娘跟你谈恋爱2年多，拖着不结婚，受你父母各种气，还被打。你说你爱他，你哪爱他呀？沟通无效，不给保障。父母那边你也不能摆平，孩子你也搞不定，前妻藕断丝连，你爱他什么了？这个爱字最起码有个心在里面，你的心在哪儿呢？你自己不用心，谁也帮不了你。姑娘，你不是没问题啊，你们家也不是没问题。我刚才说的这么清楚，这些事实你自己都经历过，难道你不知道进退吗？不知道取舍吗？既然带不了孩子，搞不定他父母，断不了他和他前妻的联系，你也搞不定这个男人，何必还继续呢？你知道你女朋友为什么这么难过吗？你被她爸爸打，我本来是同情你，可我现在不同情你，你真的伤透她的心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她在你父母面前受屈辱，她甚至在你前妻面前也受屈辱。如果她不爱你，她为什么要受这些屈辱？其实我跟你讲，我也是2婚的男生。乃馨常跟我说一句话，他说他永远的缺爱就是我曾经娶了别的女生。你知道他要接受你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大的让步吗？可是你不会这样想，你就觉得你搞不好觉得说，我娶你还是给你面子的。他愿意嫁给你这件事情
你要感激，因为你还有一个孩子，他必须接受他。他如果不爱你，你的孩子跟他有什么关系？这一切不是因为爱吗？女生，我理解你心中受伤了，但是孩子是无辜的，你要去爱他，不要让一个无辜的孩子承受你们上一代的恩怨，这是不对的。男生嘛，如果你要他，我劝你开始做一个大男人，解决你跟你前妻对他的疑虑，解决你父母之间对他的疑虑，你要一肩扛起。当他心里伤口慢慢抚平，你们才会有真正的幸福。否则，他就算现在嫁给你，我跟你讲，你们现在这样的关系不会有真正的快乐，真的，你的孩子也会受累。大男人不要有身段，在爱情面前不需要骄傲。谢谢老师。我觉得你应该在乎一个问题。从你接触他知道他是二婚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搞清楚这个问题，就是他是怎么离的婚。我们说看一个男人，最关键看他的品质是看他怎么对自己的家人。那么对于一个二婚的男人，这个人怎么样，你就要看他怎么对待自己曾经的前妻和自己的孩子。对孩子你看出来了，他几乎没有担当，孩子都是父母在带。换者言之，他没有承受上一段失败婚姻所带来的负面后果，他没有买单，是父母在买单。第二，就是他对他前妻，他说他跟前妻是性格不合，老吵架，一个星期6天吵。但我就纳了闷儿了，如果说前妻是一个特别不好的女人，为什么他的父母那么怂恿他跟前妻复婚？你还没有弄清楚他上一段婚姻怎么离的婚，你居然就做出了以上这些所谓瞎胡闹的行为。甚至我认为最愚蠢的行为就是你跑到他前妻门前去兴师问罪。如果应该问前妻为什么老是要跟他复婚，你应该去问他或者问他的父母，即便他们不说，退者求其次，你约他的前妻到咖啡厅坐坐，怎么了？你跑人家上门去兴师问罪，于理于情你都过不去，所以你说你不讨打吗？虽然打人是不对的，所以说你很不聪明，而且你也没有做好准备去嫁给一个曾经有婚姻的男人。如果你有准备嫁给有过婚史的男人，你第一应该了解他的过去，第二你就要承担一个不是和头婚的男人结婚的委屈，就是他曾经有过一段婚姻。第三就是你要跟他一起负起上一段失败婚姻所带下来的责任，那就是孩子，你必须得承受。如果你想结婚，没有办法，因为那是他的孩子。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一切的准备，你干嘛要跨进这个家门呢？你干嘛要去做呢？而且做得那么的不聪明。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到人家家病房去看人，还说这是不是习惯的问题？小学生都知道买点水果。你从严格的角度上来说，你是没有资格结婚的。第一，你并没有从上段失败的婚姻当中提升过什么，成长过什么。父母要你跟前妻复婚，这种方式我不去论它是对是错，至少他不应该干涉你的私生活。但是你让他们不干涉怎么办？你的孩子要他带，你的房子要老两口买，你还非常嚣张的跟他说借20万，是谁在逼父母借20万？父母是看着他的面子借20万吗？还不是迫不得已，为了你才借的这20万老两口。所以说你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回去承担一个做父亲的责任，把孩子好好的照顾起来。等到你什么时候自己独立，能够照顾这个孩子，你再去谈所谓婚姻的事情。还有那套房，我认为理所应当应该写他父母的名。为什么要写你的名呢？本来就是别人出的钱，也许你会觉得是防你点什么，那我告诉你，他就是在防你，又怎么样？因为在那老两口的心目当中，一直觉得他应该回去找前妻，而这曾经的过往你一点都不了解，你生哪门子气呢？行了吧，别胡闹了吧，你承受不起这样的一个家庭，趁早回头是岸。讲清楚吧，好吗，两位？接下来我们进入黄金60秒。其实咱们俩的感情，说实话没有什么，主要是
我跟我前妻这边的关系我没有处理好，还有我父母那边的关系，这一块我会解决好的。回去我前妻那边还有我父母那边我都会好好解决。你父母对我的态度一直也不好，然后加上你自己也没有主见，我父母那么强烈的反对，我现在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，你让我再想想吧。来，请亮灯吧。来，两位回去吧。请关门。欢迎登录优酷土豆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乐视网、PPTV 剧力、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好，接下来两位年轻人最终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呢？请开门。其实我挺舍不得我们两个的感情，这2年多过来其实真的不容易，我还会努力。结过一次婚，再去找一个头婚的人结婚，好像大家都会觉得有点不平等，而那些带着孩子的人也会觉得挺自卑。但是如果每个人能够承担好自己的责任，他会非常有底气的说，我结过一次婚，我知道生活的不易，我改变过我的错误，你看我把我的娃带得不错，那么曾经过的一次婚事就不是自己的羞耻，而是自己的光荣，那是对于生活的沉淀。人过一天得长一天的本事，得有一天的收获。结过一次婚照样得知道点什么，别结了一次还白结，还让父母来承担，那你这日子才叫白过了。好好努力生活吧，来，回去吧。